第4章，楚民义糊涂一事。初到上海表演踢毽，再到上海结交文人游行协济，求签问卦，排除中医，全国反对，粉墨登场，引起非议为美人鱼，擦油拉马，初度见面，自述身世，爱好越剧，滋生事端，身陷孤岛，放浪形骸，兔阴博士，由来有因，生也糊涂，死也糊涂。上海公共租界内的欧战和平纪念碑，民国16年，1927年北伐成功，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了国民政府，当时的老百姓对政府各首长都很仰望钦羡，但中央委员在上海与市民接触的人不多。第一个到上海来的中央委员就是楚民义。楚民义1884至1946，国民党元老，日伪汉奸汪伪国民党的总管家，原名明仪，字重行，别属乐天居士，著名业余昆曲家。初到上海表演踢毽，我们最初知道的楚民义是一位留学法国的医学博士。汪精卫当行政院长，他就做行政院秘书长；汪精卫当中央党部主席，他做中央党部秘书长。他第一次到上海，参加了在公共体育场举行的市立学校运动会，站在演说台上，个子很高，发音洪亮，讲得头头是道，当时受到无数青年的拥戴。在运动会上，他又参加了一个踢毽子的表演。他踢毽子的功夫很高，不但手脚敏捷，而且花式繁多，令全场学生为之鼓掌不已。他和上海的一般新闻记者搞得很好，谈笑风生，一点也没有架子，所以在他表演踢毽子之后，各报一致热烈捧场，还刊出他踢毽子的照片。楚民义1884至1946，国民党元老，日伪汉奸汪伪国民党的总管家，原名明仪，字重行，别属乐天居士，著名业余昆曲家。不久，楚民义又在民立中学演讲了打太极拳的益处，跟着他又在报上发表了一篇太极操讲义，是将太极拳化为团体操，于是各学校纷纷加上一课太极操。当时楚民义有一句口号，叫做救国不忘运动。上海人对他的这种举动着实拥护。在下关码头列队欢迎日本特派大使的楚民义中，楚民义平时常穿西装，但有事时喜欢穿蓝袍黑褂，和人谈话极为客气，与一般人交往频繁，一点没有官架子，大家都称他为好好先生。他又写得一手颜体而有流骨的好字，好多报纸刊登他的墨迹。此外，他还手写过一部《孝经》，印刷很精美，流传极广。大家对他刮目相看，认为他虽是留法学生，但是还能保持着中国士大夫的风范。再到上海结交文人那时节，上海商务印书馆有一位专门联络各学校推销教科书的职员，名叫黄景完，人称交际博士。他有一种特别的本领，只要他和这人见过一面，通达姓名之后，就会永远记在心头，哪怕隔10年8年不见面，见面时他仍能呼出其人姓名，所以人人对他都有一种亲切感。楚民义重来上海，得到这位交际博士的帮助，更是活跃，认识了无数上海知名人物。张啸林本来黄景完所认识的人，以文教界及商界知名人士为最多，他介绍给楚民义认识的也不出这个范围。有一天，楚民义突然向黄景完说：“我想见上海的文人张啸林。”黄景完期以为不可，并说：“此人声名不佳，
你是中央大员，以不接触这种人物为妙。”但楚民义不以为然，他说：“为了要深入民间，这人我在法国已经听到过他的大名，见见何妨？”黄景完迫于无奈，只得先和张孝林通了一个电话，说明来意。张孝林大喜过望，就说：“今晚我为楚委员洗尘，立刻送请柬给你转交。